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茶叶蛋。哇，这个好，又香又好吃。是的，茶叶蛋的做法比较简单，但要入味又香，需要一些小技巧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C 级蛋一坨30个，清洗干净。做茶叶蛋尽量选用个头小的鸡蛋，成品比较容易入味，可以用一般锅子或电饭锅煮都行。将洗干净的鸡蛋全部放入，加入食用盐20克。水里有盐，水的沸点会略微提高，沸腾时冲击力小一些，鸡蛋更不容易裂开。水没过鸡蛋，盖好，中高火煮8到10分钟，或直到蛋熟。时间到熄火，将煮好后的鸡蛋捞出，立刻放冷水里浸泡个10分钟左右。快速降温会让蛋白收缩，和蛋壳之间形成空隙，完成后的茶叶蛋更好剥壳。接着预先备好香料，花椒1小撮，当归几片，这是煮茶叶蛋香喷喷的秘密。桂皮1支，甘草3、4片，八角5个，香叶5片，辣椒干5条。少量辣椒干与花椒完全不会麻辣，纯粹是激发卤汁香味。茶叶1撮，如果不喜欢茶叶渣，可以用红茶包代替，更方便。冰糖60克，最后是生抽与老抽各50克。将香料与调味全部倒入煮过鸡蛋的热水内，因为煮鸡蛋时已加了盐，所以盐就不加了。拌一拌，盖好，这样香味更容易出来。哦，这样方便多了。是的，把降温后的鸡蛋沥干水分，用汁汤匙轻轻敲裂蛋壳，保持蛋壳完整但布满裂纹，这样煮的时候才能渗入花纹和味道。有人会用针在裂缝边戳个几下，那也行。其实只要敲的密集点，已经很容易入味了。把敲裂好的鸡蛋放入卤汁中。再说煮蛋时加了盐，盐能稍微改变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膜结构，煮熟后更容易剥开，尤其是新鲜鸡蛋，当然也更容易入味了。好了，全部完成了。敲裂好的鸡蛋全部放入卤汁中，盖好，小火煮20到30分钟。煮好后关火，让鸡蛋浸泡在卤汁里至少4到6小时，最好放过夜，味道更香更入味。第二天享用前可以加温。茶叶蛋泡了1夜，调味已经渗进表层，第二天重新加热，会让卤汁再次渗透蛋白和蛋黄，味道更均匀、更深沉，茶香、酱香都会更明显。加热时不要长时间滚煮，煮个10分钟左右即可。一锅老卤，一缕茶香，剥开那层裂纹斑驳的蛋壳，热气里混着八角与红茶的香气，像极了旧时光的味道。咬下一口，咸香入味，茶韵悠长，蛋黄绵密的恰到好处。那一刻，什么忙碌，什么喧嚣，瞬间全都慢了下来。一颗茶叶蛋不只是食物，是生活里最平凡却最安心的温柔。对呀，再来一个才是王道。吃吧吃吧，来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煎菜脯蛋。哇，这个最香了。是的，一道很家常的料理，尤其是天气热，没什么胃口时，菜脯蛋煎一煎，再煮一锅白粥，真的非常开胃。就来，马上开始吧。好的，大家一起来。准备一个洋葱，蒜瓣2、3个，先将蒜瓣剁碎，搁置一旁备用。洋葱一样切碎，接着再剁几刀。这样剁几刀就好，不需要剁得太碎，一样搁置备用。甜菜脯50克，
过个水就好。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改用咸菜谱也可以。用个筛子沥干水分，然后将水分挤干，再倒入个干货内。炉开文火，慢慢将菜谱炒香。接着再将备好的蒜末也加进来，一起炒香。炒至菜谱与蒜瓣溢出香气，变得有点脆脆的。这时候再倒入点油，继续拌炒均匀。接着再将备好的洋葱加进来，一起炒匀。煎中可以加一点清水，约1大匙左右就好。炒洋葱加点水，才能调出洋葱甜味。炒过后的洋葱才会清甜，也比较香。炒香后熄火，搁置备用。料理盆内敲入鸡蛋4个。胡椒粉半小匙，鱼露1小匙，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鱼露还可以多一点。在1小匙清水里头加半小匙玉米淀粉拌匀，然后全部倒入鸡蛋内。炒鸡蛋加点玉米淀粉，成品会比较蓬松。接着将蛋液打散。好了，接着再将炒香后的食材全部加入，再搅拌均匀。炉开中高火，再倒入2大匙食用油。煎菜脯蛋，油要稍微多点，要够热，这样蛋液倒下去后才会起蕾丝边。煎出来菜脯蛋趁热享用时，会带点酥酥口感，才会又香又好吃。油热后，将备好的蛋液全部倒入，这货边起泡部分就是所谓的蕾丝边。货中心部分的蛋液要用货铲推一推，完成后的成品才会蓬松。待蛋液定型后，再盖上锅盖，用文火焖个1至2分钟。开盖后，稍微掀开底面看看，很好，一点点微焦色最好看了。将蛋倒扣在碟子上，接着再重倒入货里头。煎至与表面色泽接近后即可离火。哇塞，很漂亮。完成后的成品趁热享用最美味了。口感上外酥里嫩，菜脯的特殊香味加上大葱香脆口感，如果可以再来1碗白粥，更是锦上添花了。真的太香了。是的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敬请按赞、订阅与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。